为了小伙伴们更加便捷的查询参考，我们对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数据做了改版。以后你只要看到我们出了某款机型以测评为名称的视频，例如三星 S8 测评，你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机型名称三星 S8，即可查看更加全面的数据。不光有实拍样张对比，还有性能跑分、发热续航等等众多实测数据。以后你买机或者给别人做参考，只要我们出了测评视频，你都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查看。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做你的实时测评数据助手，免费的，赶紧上车。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小白测评，我是王炯。今天这期视频也是非常的怪异吧？今天这期视频跟大家聊的并不是什么电子产品，而是背包啊。这个在上一期的那个线下之王视频的彩蛋中呢，跟大家已经提前剧透了啊。今天呢，跟大家就是做一下目前呢这些互联网手机厂商们出的这些背包的一个，你说测评也行，因为我们这次测的还是比较细的啊。本期视频呢会在他们的价钱啊，还有就是什么舒适度啊，还有什么耐久性方面啊，跟大家详细聊聊这5款背包，1、2、3、4。这还有一个5。这一期的参赛选手我先介绍一下啊，一加背包第2代，现在的明星产品是吧？大家都想要，咱们已经抽出去2个了。魅族的背包，这一款呢是去年发布的。小米的背包，小米的背包非常多啊，我们就选择了一个走量走的比较大的。还有就是毛马特的这款，这个呢它并不是一个手机厂商出的包，但是是一个绝对的网红包啊，不管是真的仿的，大家一定都见过。上面那个实在摆不下了，再把它摆上就看不到我了。一加的上一代的背包，这个也是在当时非常火的一款。售价方面呢，这次差距呢还是比较大的，这个也不能做一个同价位的对比啊。399、199、149、369，现在京东正品是减50，也就相当于3119吧啊。但是我之前买的时候是369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299，大概某宝的价格150到200之间吧，比它稍微贵一些。OK， 这一期呢，咱们不是江南皮革厂倒闭了，也不是这个电视购物啊，虽然说摆的非常像电视购物，因为极客啊，或者说你上学啊，或者说有一些电子产品啊，买一个背包是非常必要的啊，基本上是大家的一个必需品吧，可以说。这期视频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些背包呢，基本上我们也都填过，唯独这个，然后刚刚发布嘛，然后用的比较少。OK， 不废话了，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旗舰背包对比，马上开始。首先，咱们先来看一下这几款包的外观。这些互联网厂商们做的包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看起来都比较简洁。这估计也是众多年轻网友呢喜欢它的一个原因。毕竟一款包的外观呢，是大家考量是否购买的第一因素，我觉得其次才是价格啊。首先呢，来看一下老款的这个一加包。这款包刚出来的时候啊，确实非常火，吸引了众多的发烧友啊，大家都喜欢这种简洁的设计，然后又没有什么花里胡哨乱七八糟的东西。各个品牌的发布会，不光是一加的，都会出现这一加背包的发烧友们，这也是张老板最得意的地方。发布会特意说过。一加背包呢是2段式的设计啊，撞色的元素。背包的自重呢比较轻，只有0.7千克，而且整体包呢也是比较柔软的。这个包呢，老张背了2年了，面料呢几乎没有什么磨损，后面呢有5块海绵，这5块海绵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啊，在武汉这种泥雨烤肉只差一撮自然的天气下面呢，这个出汗基本上就跟流水一样啊，它让背包呢不会直接贴上你的后背，形成一个缝隙，这样有利于排汗和通风。但是这款背包的颜色呢非常浅，真的是不耐脏啊！老张这个都洗了好几次了，整体包呢都已经泛白了。再来看一下魅族的这款包。魅族的这个可以真的用极简来形容了。这个正面呢就是完整的一块牛津布啊，这个整体看起来呢比较圆润，但是这种设计呢感觉不是很耐看，也是这几款包中的最不精致的一个，看着有点憨憨的感觉啊。这款包呢灰色的，颜色呢跟一加那个老款包比较接近，背包重量呢也是0.7千克。老张也是在这款包刚刚出的时候呢，觉得很好看就买回来了，但是呢后面也就不再背了，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好看，而且像一加那个背包一样那么不耐脏，颜色都比较浅嘛。现在可以看到这款包呢是有一些脏的，其实我们已经清洗了，但是这款包呢用的真的不是特别久，后面我们在耐久度的环节呢再跟大家聊。小米现在基本上已经就是一个百货商店了，这个出包呢肯定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呢肯定不能出一款啊，从99到199啊，甚至还更贵的，应有尽有。但是小米的包呢，整体来说呢还是比较便宜的，
我们买的这款呢是149的版本，也可以说是小米背包中的最畅销的一款。这款包呢看起来比较简洁，通体也是银灰色，颜色呢要稍微深一些，四四方方的，是这几款包中呢棱角最分明的一个，没有什么亮点，但是呢还挺精神耐看的。蒙马特的这款网红包呢跟上面那些设计呢都不太一样，因为它是防盗是第一属性嘛，这个拉链呢设计在了背后的内侧。看起来呢就像一个乌龟壳啊，扣在你的背上，背起来呢确实不太好看。连我妈她老人家这种对样子没有什么要求的人都说过2次我这包不好看，我朋友也不止一个说过，不知道你怎么看。正面呢是黑色的这个仿皮材质，两侧呢是灰色的布料，因为颜色比较深，所以说这款包在日常使用中呢是不易变脏，还是很耐操的啊。这个背包的重量呢也将近1000克，比上面的背包呢要略微重一点。最后这一款呢是一加背包新款啊，我们这个是黑色，看起来呢整体感更好一些。相对于它另外的那个主打的颜色呢，我个人觉得黑色可能稍微好一些啊。这个风格呢还是跟上一代一样，也是2段式的设计，上半部分为布料，下半部分呢换成了这种我也不知道什么，反正仿皮材质吧。但是这一代上半部分的布料呢跟上一代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代呢明显要硬了一些啊，所以说整体这个包呢看起来也要硬朗一些，重量呢也比上一代重了不少，达到了1.15千克，两侧呢增加了2个小兜子。在外观方面呢，在这儿我就说一点个人的小建议啊，其实这几款包中呢，大家可能觉得最好看的是一加的这一款，但是我个人觉得小米的这一款也是非常好看的，就是年轻的又不失一丝丝那种商务的气息，感觉背起来呢还是比较精神的它这个包呢也是有4个这个无钢片嘛，所以说无论什么时候呢，都是比较挺的。大家懂吧？一加的这个2代呢，虽然质地很硬，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我们是一个新包，没有怎么用过啊，看起来还是比较褶的。蒙马特的这个包呢，它是整个一体性的设计，虽然说没有钢片，但是也是非常挺的立在这儿但是有点过了，就是呆呆的这种感觉不好看。一加的这个第1代呢，它颜色是这里边最浅的一个，也是最不爱脏的一个。相信使用它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你用一段时间就得洗一次，用一段时间就得洗一次。声明这些就是我体验过这些包之后的一些主观感受。接下来呢，咱们来聊一下各家的功能和特点。大家的定位呢，基本都是日常使用没有什么装相机这类的特殊功能。一加背包呢，1代可以装下一个15寸的笔记本电脑，正面呢有一个拉链，里边可以放一些东西。由于设计简洁，所以说取消了包两侧的小兜子，相应的是在包里面呢增加了2个固定的袋子，可以放水杯或者是雨伞。但是如果雨伞是湿了，就完全不行了。里边呢一共有5个口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背部呢是刚才说过的夏天非常实用的海绵块，也可以固定在拉杆箱上，有这个专门的开孔，外出旅行呢比较方便。但是这款包呢质地柔软，里边呢也并没有做一些支撑的结构，所以说如果要是背空的，包塌下去非常影响美观。魅族的这款包呢极简设计嘛，正面看的是不会有任何拉链，背包的2侧呢是收边的设计，把两边的小兜呢给隐藏了起来，平时呢是看不到的，这个设计比较巧，可以放雨伞水杯。背面呢有个小口袋，可以放一些零钱之类的包里面呢和老款的一加包一样也是有5个小兜，可以放个电脑平板什么的，但是容量呢就没那么大了。背的时候呢有一个点非常影响体验就是这个肩带的卡扣呢锁不紧的情况，稍微重点的东西呢整个包就会自然滑落这个非常影响体验背部呢也没有像一加包那样防出汗的这个设计。并且还有一个和一加包比较相似的地方，就是空包的时候呢也会塌下去，看起来呢比较丑。接下来呢是小米的这个背包，相对于上两者呢，无论是什么时候都能维持这个方形，因为这个4角呢都有钢片的支撑，所以说即使是空包呢也不会塌下去变形，比起上面2者呢观感要好多了。正面呢有3个拉链中间呢可以拉开放一些小东西。这个左侧呢是一个比较大的空间，里面呢还有2个小兜有一个小设计就是放眼镜呢专门有一个兜是相对来说质地比较柔软的布，可以防止镜片摩擦。左边的口袋呢有一些不同，这个里面呢喷涂了一层 PVC 涂层的材料，这个比较光滑，这个是可以用来放湿雨伞的。这样把雨伞放在包里边既不会影响包内的其他空间又不会淋湿你的衣服，这个设计必须点赞。这么多背包中只有小米有这个功能。打开背包呢有6个收纳袋，比上面呢要多一些。但是小米这个背包的背部呢和魅族一样，没有针对背部出汗呢设计比较好的解决方案。蒙马特呢不是一个手机厂商，但这包呢确实挺网红的不管真的还是仿的我相信很多小伙伴呢都在各个场合见过它。因为它是主打防盗，所以说想要打开包呢一定要把这个包给拿下来。
正面面料中间呢还有一层比较硬的塑料板，可以防割。这个包呢还有个特色功能，就是外接充电线。很多包也现在都开始仿这个功能啊。包里面呢可以插一个移动电源，然后线呢直接可以接到外面就可以充电了。肩带和两侧呢也有一些小口袋，可以临时放一些东西，也可以放到这个拉杆箱上面。包内部的空间并不大，而且呢还做成了很多小隔间啊，湿的雨伞呢就不能放进去了。内部总共呢有6个收纳袋。最后呢是宜家背包的这个新款啊，官方宣称呢比上一代呢多能装60%，但是从正面看起来呢感觉又没有那么大。宜家这个包之前让人诟病呢就是上面咱们提过的两侧呢并没有放这个雨伞和水杯的口袋，这一次呢改进了这个问题，在两侧呢加上了一个小口袋啊，这样呢也可以把湿的雨伞放在外边。还有一个改进就是把电脑包拉链呢放到了侧面，这样呢大家可以非常方便的把电脑拿出来。背后的海绵呢由上一代的5块小的变成了这3块大的。打开背包呢有4个口袋，并且呢赠送了一个专门的衣服收纳袋，可以把脏衣服和干净的衣服呢分开，外出旅行的呢还是非常方便的。贵还是有贵的道理，是吧？为了小伙伴们更加便捷的查询参考，我们对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数据做了改版。以后你只要看到我们出了某款机型以测评为名称的视频，例如三星 S8 测评，你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机型名称三星 S8，即可查看更加全面的数据。不光有实拍样张对比，还有性能跑分、发热续航等等众多实测数据。以后你买机或者给别人做参考，只要我们出了测评视频，你都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查看。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做你的实时测评数据助手，免费的，赶紧上车。容量方面呢，这次我们没有一个特别的量化，因为这几款包呢，除了蒙马特的这个内部空间呢是比较小之外，其他的这些空间都差不多。然后宜家的这个新款呢容量是比较大的，我们就选一个中间值，用小米的这一款，来把这些东西呢，大家看到的这些书，然后电脑全部都装进去，给大家感受一下。先把电脑装进去，可以看到我的一些部分藏书啊，这只是我的一部分。深泽之人，这老罗推荐的，确实挺好看的这本书。参与的笔记本，逆转这本书也挺好看的。还有我的大爱的美剧《纸牌屋》，但是这个我没有看完啊，太长了。白书，钢铁硅谷侠，钢铁硅谷侠，钢铁硅谷侠，硅谷钢铁侠。现在装了几本了？1、2、3、4、5、6、7、8、9。9本书外加一个支付宝牌的 MacBook Pro， 就是这个包的极限容量差不多。虽然这个外部呢还能再装一些，我只是说平时如果大家装的话，基本上这个就差不多了。这些书呢，装这个宜家的肯定是第2代没有问题，装这个老版也没有问题，装蒙马特呢就不行了，这个顶多也就是装它的2/3。魅族的这个也装不下，只不比蒙马特的这个包稍微大那么一点点。小米的这个是一个中间值，满负之后的感觉。基本跟之前没什么太大区别，就是变得挺了一些，又变挺了。小米的这个侧边呢，并不是装电脑的，它是装一些零钱呢，有一些小口袋，装个钥匙什么的，不是和宜家的这个2代是一样的。OK， 大概就是这样。背包除了颜值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就是它的舒适性。如果这款包呢长得再好看啊，你背起来不舒服，一定会减少你背它的次数的。咱们依旧是按照之前的排序，宜家的老款背包呢，由于整体这个布料呢，还有质地呢，都是比较柔软的。这个肩带和背部的海绵在接触身体的时候呢，并不会感觉特别硌，导致整体的舒适性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后面是魅族的背包，这款包的肩带就有一些硬了，在背包放比较多的物品的时候，背起来会略微感觉硌肩膀，后背还好啊，没什么问题。小米的这款背包和魅族的基本上差不多，就是肩带呢微微有些硬，里边如果要是放重的东西就会硌肩膀。不过你平时上下课装几本书呢，和魅族这个基本上差不多。蒙马特的这款包呢，我个人背的次数比较多啊，我个人感觉是在这些包里边最舒适的一个。肩带的柔软程度呢和宜家的老款基本上差不多，背起来呢比较舒适。后背的海绵呢也并没有像宜家背包那样那么突兀，背起来呢这个包感觉就像贴在或者说扣在你背上一样，这个舒适性非常不错。但是由于它是一个封闭的形式，几乎是扣在你背上的，这个通风海绵感觉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最后的这个宜家的新款背包呢，照老款呢升级了面料和材质啊，整体呢硬了很多，体积呢也变大了一些。肩带呢是这些包中最硬的一个，而且后面的海绵呢也变硬了。在使用的过程中呢，这个肩带和后背呢都会有一些硌得慌。所以说虽然是升级款，但是在舒适程度上呢，照老款呢还是有一些下降的。可能是这是新包用起来比较硬，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这任务就交给大家了。
这几款包都背下来呢，摩马特的这款包呢背起来是最舒适的啊。然后呢是一加的老款背包，其次是小米和魅族的这个，最后呢是一加的这款背包。OK， 下面呢咱们来简要的说一下耐久度这些包呢基本上都用过一段时间啊，唯独这一款这个没有用过很长时间。魅族的这个呢，用的次数并不是太多，但是呢，它这个不耐脏的这个特性啊，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呢，就是边缘上非常容易出现那种磨损的黑边的，这些包中呢都有这个问题啊。老款的这个一加也是跟它一样啊，它颜色更浅，所以说更不爱脏。小米的这一款呢，爱脏呢相对来说可能稍微好一点，但是呢，它是棱角分明嘛，在这一些转角的边缘的部分呢，就是用时间长了会发黄啊，或者说发黑的这个情况。小米的这一款呢，虽然我个人呢是最喜欢，但是它后边呢，如果要是再加上一些海绵呢，可能会更好一些。摩马特的这款包呢，我个人用的时间呢是比较长，它的这个细节啊、精致感啊做的呢都是不错的，但是里边的空间呢确实是比较小。还有一点呢，就是拿东西真的是不好拿。我几次啊在火车站，身份证呢忘在包里边了，里边装的东西很多，掏起来非常不方便。一加的这个新款的包呢，无论是在容量还是在设计还是在质感上呢，做的确实是最好的，价格也最贵嘛。但是呢，在背负的舒适性啊，还有就是这个价格上确实是贵了一些。399、400块钱的售价，你可以去某宝、天猫上或者是京东上去搜一下，你可以买到很多品质感真的比它还好的包。今天的这个背包的体验和测评呢，都是排除信仰加持的。如果你要是信仰加持，那就完全不用说了，是吧？小米的就买小米的，魅族的就买魅族的，一加的就买一加的就可以了。今天聊的这些可能是有一点点的偏主观，但是呢，确实都是站在我就想单纯的买一个好包的基础上跟大家做的这个测评。OK， 下面呢还是要先声明啊，这个以防键盘侠们高潮啊，就是可能是我偏主观向的一些推荐。我个人最推荐的是小米的这一款149的，虽然呢它也有一些小问题，但是总体上啊，还有就是性价比方面呢，我觉得是这些包中最不错的一个。在耐久度上，刚才忘记说了一个拉链，摩马特的和小米的这个拉链是这几款包中做的，我觉得最不错的。虽然它这个是高达399啊，但是它这个拉链大家一会儿给特写啊，感觉非常廉价。这个拉链除了这个红绳去掉之外，你感觉这拉链像路边随便捡的一样。下边推荐的呢，其实就是一加的这个第一代这个背包呢，各个设计方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缺点，而且现在价格是比较便宜的。然后剩下的这3款呢，这个是出差防盗必备，然后这2款就不是太推荐了。偏主观性的推荐啊。OK， 福利环节，今天这个视频呢，可以说就是一个福利视频。魅族的这一款，然后还有一加的这个老款的这2款包呢，由于用的时间比较久了嘛，我们就不送了。这3个包全部送给大家。方法非常简单，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大家扫码关注，直接后台回复背包2个字，1个星期之后，我们将会抽出3位小伙伴，分别送出这3个背包。中奖名单将会在微信公众号的头条文章推送，大家记得去查看，然后联系我们就可以了。好了，本期视频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 有什么建议、质疑、提问的直接评论或者是私信就可以了。除了这个视频呢，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每日新鲜资讯、每日语音，每天我在那儿和你聊天。除了抽奖之外，每天晚上也跟你聊聊 K 圈的趣事儿，聊聊最新发布的手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每晚开车不见不散。不客观之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咱们来一段电视购物吗？江南皮革厂倒闭了，这不喊麦了啊？我也不会。哎，别倒啊，大哥，我还没喊呢。好尬呀，特尴尬。算了，不是那个。哎，江南皮革厂倒闭了，武汉老白箱包城今天特价甩卖啊！江南皮革厂倒闭了，武汉老白箱包城倒闭大甩卖啊！什么小姨子什么跑了之类的，原价399，原价499的品质箱包全部9块9，全部9块9啊！9块9买不了吃亏，9块9买不了上当，9块9你什么也买不了。